跳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一看也知道那不是黄金。这位先生差点要被砍头了，临门一脚，在面包上放了奶酪，献给国王吃。国王吃了以后，觉得真是美味，简直比黄金更有价值，于是没有砍他的头，并且命名为这种面包为吐司，也就是英文的 toast。toast 是这位国王的女儿的名字，因此就有了我们今天吐司的名称。揉成面团以后，加入15毫升植物油。为什么要在面中加食物油呢？和面是加上油啊，除了和加盐一样能使面的弹性和韧性会更好以外呢，还会由于油分子溶于面中，会让面团更加滋润细腻，能够保持面的水分，还会让面团更加润白，也能增强面的香气。接下来我们给面团盖上盖子，进行第一次醒发。30度的室温，经过2个小时的发酵，我们的面发好了。面发没发好啊，有2个判断标准。第一，看它的蜂窝状是什么样；第二呢，是用手按下去以后面不反弹，这说明面发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给面排气，用倒圈的方式把面中的气体排出来。为什么要排气呢？我们知道啊，面团发酵的过程中，面粉中的淀粉和糖分会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分解，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。气体被包裹在面筋组织中，从而在面团内部形成一个个气孔，使面团体积膨胀。发过面后再排气呢，就会使在面团内部产生更多的面筋，并且排出发酵产生的气体。排完气以后，我们把面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分成3个剂子。因为面呢太粘熟了，可以在刀上和手上刷一层油防粘。接下来我们给小剂子整形，整形啊相当简单，把每个小剂子呢用擀面杖擀成薄饼，完了以后再从一个边开始卷成圆筒就可以了。擀成薄片再卷起来以后呢，这一步很重要，面包起不起层，关键就是在这一步。整形完成以后，放到烤盘里准备进行2次醒发。为什么要进行2次醒发呢？进行2次醒发啊，能使面团内部重新产生气体，使面团再次充盈起来。经过2次醒发的面食，口感会更劲道，组织会更细腻，更蓬松。不管室温是多少，醒面的时间是多长，判断的标准呢，都是面剂子的大小啊是原来的2倍大，2次醒发就算完成。如果室温比较高的话呢，就可以缩短醒面的时间。
我们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70度预热5分钟。我们将一个鸡蛋打到碗里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之后呢，用刷子在面剂的上方涂一层薄薄的蛋液。铺上锡纸，这样我们的前期准备就完成了。铺锡纸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表面烤焦。烤箱预热完成以后呢，我们把烤盘放到烤箱里面，开始进行烤制，170度烤制25分钟。哎，你看这丝呢，真软，像棉花一样软。这个面包呢，不用和面，也不用揉面，和完面以后放在那里，让它自己醒发。把手套膜的形成呢，完全是交给了时间，所以呢，基本上不花功夫，也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。只要你合理安排时间，晚上把面和上，早晨起来早。我就是这样，昨天晚上把面和好了，放那里发酵了5个小时以后，面发好了，完了稍微一整形，装模具，再等半个小时以后，2次醒发完成，开始25分钟烤制。早晨起来将近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好，就可以了。这样好，完美。好，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再见。这样，